不管是洛神剑还是邺城，都是在北方。萧炎决定先在1天之内赶到叶家。叶家的议事厅中正发生着激烈的争吵。叶家为了缓解调出5大家族的危机，决定将叶欣兰加进同为5大家族之一的曹家。叶欣兰确实很清楚，曹家那人就是个混蛋，她不想嫁给他。而且曹家狼子野心，让曹丹娶她的根本目的，不过是想侵蚀叶家。叶家的长老又如何不知？但逆水之人，哪怕是遇到稻草，也想抓上一抓。叶青老者还讽刺欣兰道：“难道靠你嘴里的那个迦南学院的天才来拯救不成？你也太高看了别人。我叶家的危机可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些阿猫阿狗就能挽回的。”此话一出，萧炎的声音突然响起：“阿猫阿狗也同样没兴趣来帮你解除什么危机。”听到熟悉的声音，欣兰满脸狂喜的转身，萧炎却是盯着他道：“欣兰，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？”知道萧炎什么意思的欣兰很是愧疚的低声道：“对不起。”这声道歉让萧炎逐渐冷静了下来。严格上来说，此事其实怪不到他身上。萧炎欲带欣兰走，让欣兰带路去找小医仙。欣兰自然是同意的，他将小医仙2人带来中州，但却并未给予他们相应的保护，反而在小医仙落入险境时毫无出手之力。议事厅的众人却是不同意了，这小子无故闯进叶家不说，居然还无视他们要带走叶家之人，他们还指望着将欣兰嫁出去缓解叶家危机呢。萧炎却没时间跟他们废话，欣兰不想叶家与萧炎之间关系搞得太僵，当下急忙解释，萧炎就是那个能够帮助叶家再次进入丹塔长老席的人。叶家大长老却是不信，毕竟萧炎如此年轻。就这样，你要走我要拦几次之后，萧炎的耐心被彻底耗尽，直接放出了地妖魁。这下叶家的人彻底老实了。出了叶家后，欣兰就将自己已知的信息全部告诉了萧炎。小医仙3人到丹域之后不久，紫妍便是独自回家去了。一邪恶势力看上了小医仙的美貌，小医仙为自保将之尽数击杀，结果受伤之后封印松动，导致恶难毒体爆发。在丹域，恶难毒体就是人人喊打的存在，暴露了的小医仙立马就引来了众多势力的围剿。冰河谷是最积极的，不过他们的目的却是为了先将小医仙弄到手，然后将谷中强者的灵魂体转移到他的体内。现如今小医仙身受重伤，就躲在洛神剑。明白现在情况紧急的萧炎再次加快了赶路速度。1天后，萧炎2人终于赶到了。利用小医仙给欣兰的寻毒鼠，他们很快就找到了小医仙，一同找到的还有3名斗宗强者以及几十名冰河谷的精锐弟子。萧炎独自现身，出声嘲讽冰河谷的人居然围攻一受伤的弱女子，真是好不要脸。冰原顿时脸色阴沉的道：“小子，你敢坏我冰河谷大事，定会将你追杀至天涯海角。”萧炎却是理都不理他，盯着小医仙道：“抱歉，我来晚了。”小医仙怔怔地望着那站在山涧边缘的青年，片刻后露出了绝美的笑容。冰原却是大煞风景的让冰符先擒住萧炎，然后断其四肢。小医仙慌了，立马对着萧炎大声道：“你先走，我自有办法逃生。等我逃出之后，会想办法找你。”萧炎哪里会相信小医仙的谎话，更不用说他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救他走。萧炎直接就放出了地妖魁去护住小医仙。冰原发现自己打不动地妖魁后，立马让冰符杀了萧炎这个操控者。刚喘了口气的小医仙闪身就冲到萧炎面前护着他。萧炎既感动又无奈，伸出手来将小医仙拉到身后，轻笑道：“你体内有伤，还是先休息吧，光凭这些人还翻不起什么浪。”冰符怒道：“好猖狂的口气！冰鹤，你带其他人擒住恶难毒女，此人交给我。”萧炎却是微微一笑，直接放出了天火尊者。天火尊者可是8星斗宗，冰符这种人在他面前根本不堪一击，不多时冰符就被他揍成了一坨烂肉，冰鹤也被萧炎踹断了骨头。天火尊者看了一眼那成烂泥般的冰符，嘿嘿一笑道：“打的倒是挺爽，不过你放心，老夫还是替他留了一口气的。”萧炎微微一笑，轻声道：“药老先生请放心，药材知识已经差不多了，想必不用太久时间，你便是能够再度拥有躯体。”天火尊者一听高兴坏了，还是你小子靠得住，看来老夫眼光还是极好的啊。一旁的冰鹤听得天火尊者这话，连忙道：“这位前辈炼制躯体的事，我冰河谷最为擅长，而且弄出的躯体还拥有着一些特殊能力，只要你为我冰河谷做一件事，便是能够免费得到。”萧炎瞬间就不高兴了，森冷的杀意毫不掩饰。天火尊者看了萧炎一眼后，缓步走向冰鹤，笑眯眯地问道：“做什么事？可以商量。”冰鹤高兴坏了，立马道：“帮我冰河谷抓住恶难毒女，我冰河谷定然会给你一副极为满意的躯体。”天火尊者缓缓点了点头，一副好说的样子，拍了拍冰鹤的肩膀，然后一道清脆的咔嚓声响起，天火尊者拧断了他的脖子。转过头，天火尊者望着萧炎，淡淡的道：“小家伙，这种人以后不用给他说话的机会，不然迟早会有变故。”
松开袖中紧握的拳头。萧炎对着天火尊者点了点头，抱拳道：“多谢药老先生提醒，这一边也该结束了。”话音刚落，地妖魁就拎着重伤的冰原出现了。冰原怨毒地盯着萧炎道：“小杂种，你们逃不掉的。”萧炎却是微微一笑，接过重伤的冰原，然后将目光转向那些冰河谷弟子，淡淡的道：“杀了，一个不留。”目光转向浑身颤抖的冰符，萧炎问出了他的疑惑。小医仙先前与冰河谷的人对峙时，萧炎有听到小医仙中了冰尊境，冰符自然不愿意告诉萧炎冰尊境到底是什么。萧炎很友好的用异火请他吃了一顿烤肉后，冰符才愿意交代。冰尊境乃是冰河谷独有的斗气，若是被其侵入体内，便是会悄然隐匿，然后逐渐将人体血液、经脉冻结。除非去找冰河谷谷主出手，不然没有解毒之法。得到答案后，冰符等人就被迫的原地去世了。天火尊者还十分好心情的将3名斗宗的灵魂抽出来交给了萧炎。萧炎伸出手臂搂住小医仙的腰后，让地妖魁带上心兰就离开了这个惨烈的战场，去往了洛神剑深处的一个隐秘山洞。萧炎检查了小医仙体内的情况后，脸色变得十分阴沉。小医仙的伤势很重，那可恶的冰尊境正逐渐的想要将小医仙体内的血液经脉给凝固住，而萧炎居然找不到冰尊境究竟躲在哪里。望着小医仙那苍白的脸色，萧炎只觉得心痛，轻轻地摸了摸小医仙雪白的长发后，萧炎做出了决定。又是半个小时的仔细检查后，萧炎开始着手炼制药液。弄好了一木桶药液后，萧炎背过身，让新兰把小医仙剥光光，然后放进木桶里。闻言，新兰与小医仙皆是一愣，随后小医仙本来苍白的脸就变成了诱人的樱粉色。小医仙入水后，萧炎就转过头让新兰出洛神剑，帮忙收集一些药材，都是为天火尊者炼制躯体所需要的材料。毕竟这次与冰河谷算是结下了死仇，萧炎必须有所准备。为保新兰安全，萧炎让地妖魁跟去了。接下来就是与小医仙的独处时间喽。4天后，木桶中的药水少了许多，小医仙也终于将冰尊境彻底排出体外。小医仙让萧炎转过身后，飞速的换上了白衣，又磨蹭了一会儿后才道：“好了。”看着眼前如当年在青山镇一样暖人心脾的女孩，萧炎不由得有些吃了。看什么呢？小医仙美目微弯，眼波流转的轻笑道：“看美人儿。”萧炎戏谑的笑了一声道，最后走近牵起了对方的手。微微闭目，再度开始查看小医仙体内的伤势。此时的小医仙才凝视着萧炎，用仅有自己方才能听到的声音低低自语道：“谢谢你。”旋即掀起一抹淡淡的温柔笑容，萧炎却是错过了这一美景。再次睁眼时，萧炎给了小医仙一枚丹药。“你的恶难毒体怎么样了？”萧炎突然道。“还好，不过距离爆发时间应该只有2-3个月时间了，我能够感觉到。”小医仙微微一笑，那般清风云淡的模样，宛如是在说其他人一般。“这叫还好？”萧炎的眉头瞬间就皱了起来，察觉到萧炎不高兴的小医仙想开口说些什么，萧炎却是抢先道：“放心吧，我会尽快将天毒蝎龙兽的魔核弄到手，到时候便是能够彻底的将恶难毒体控制。”虽说萧炎已经有了一枚6阶的天毒蝎龙兽魔核，但除非逼不得已，他并不想用这东西去冒险，毕竟这事关小医仙的生死。小医仙却是迟疑了一会儿后道：“天毒蝎龙兽的话，在这洛神剑内便是能够找到。先前他被追杀进入洛神剑的不久后，有一已经化为人形的7阶天毒蝎龙兽就找上了小医仙，跟个疯子一样，不断的嚎着要将小医仙抓回去做他的女人。当时小医仙受了重伤，也不想跟那疯子纠缠，就想办法逃遁了去。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呀。”小医仙需要的魔核，以及给天火尊者炼制躯体需要的7阶魔兽精血，这不就来了吗？得知该魔兽实力为8星斗宗后，萧炎觉得是时候提升一下实力了，就又炼化了一部分魔毒斑，如愿晋升至2星斗宗。只是这新兰却还没有回来，直到第5天，新兰才慌乱地闯了进来，并带回来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。好了，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喽。视频都看到这里了，给牛奶点个赞吧。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啦。感谢您的耐心观看，拜拜，下期再见。